正，你什么时候问过你妈我的意见？我什么时候同意你俩结婚了？妈，你现在同意不同意什么的都晚了，我们俩也是法律保护的婚姻关系了。我和盛楠啊，谢谢您。盛楠。 孩子洗个热水澡，泡个澡。走吧。孩子睡了。那咱们也睡吧。折腾一天了，都累了。你应该不累吧？我看你们今天一家团聚抱在一起，场面可温馨了。你的手抱着牛淑荣抱了那么久，都不撒手。 看你不累吗？你们俩是旧情复燃了吗？说这些有意思吗？我都懒得解释。是你根本解释不清楚吧？我倒觉得挺奇怪的，明明是他牛淑荣做错了，你丝毫没有怪他的意思，你现在反倒怪起我来了。 没有人怪你。行了行了，都累了，睡吧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现在牛淑荣他事业有成，我就是个破厂子的工人，工资都快发不出了。你现在就想回到牛淑荣身边了，你想跟他一起过幸福的日子了。 我没有胡说八道，我就是不甘心。凭什么他牛淑荣什么都有啊？我就只剩下你了，他还要跟我抢。他出身就好，家庭就好，所有人都喜欢他，都愿意帮他。我们俩在一个厂。 什么好事都是他的，轮不上我。就算他犯了那么大的错误，他自己从厂里出来，他都能把事业做得那么好。我呢，我为了厂里劳心劳力的，他们什么都没给我，还反而让我下岗。你还嫌弃我？ 要下岗了，迟早都要下岗。我就快没有工作了，你就快不要我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下岗了我养你，那破厂子不干就不干吧。你才不会养我呢。 你要去跟牛淑荣在一起了，你根本不会再管我了。瞎说。盛楠他去哪儿了？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也没叫我呀。你们俩该不会是闹别扭了吧？没有。
姑姑，哎，要是齐叔回来，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？怎么突然间问这个呀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随便问问。是不是你妈让你问的？不是，真的不是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宝贝，生日快乐啊！谢谢妈妈。刘正也在呢。嗯。我来给盛楠过个生日。好啊，牛正来搬桌子。哎。进来坐吧。哎。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了，我想天天都过生日。又开始胡说八道了，哪有人要天天过生日的？我要天天过生日，我就能天天看到爸爸了。点蜡烛。来，上来坐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吹蜡烛。等一下，我要先许个愿。啊。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够永远在一起。别整啊，要不咱回？我还想再待会儿，你先走吧。啊。盛楠啊，今天开心吗？超开心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行，那我就先回了，啊。说实话，
你送送我吧。去嘛去嘛，慢去嘛。好。Yes，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日礼物。恭喜你！今天盛楠很开心，很久没有看他这样笑了。我这个当爸爸的不像话呀！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今天我来给盛楠过生日，其实我是瞒着新梅的。这些年刻意跟你保持距离，孩子基本上是你一个人拉扯大的。希望你别怪我。我明白，盛楠他也不会怪你的，他只是很想你，老是嚷嚷着想见爸爸。哎！新梅，你骗我，我没骗你呀！你骗了我！骗你了。你竟然为了牛淑荣骗我！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你这辈子都不会再骗我的。不是为了，我是为了给盛楠过生日。我骗你，是为了不让你受到伤害。现在谎言被我拆穿，不是更伤害我？牛淑荣，你真是做得出来啊！先是把牛征从我身边夺走，接着就是齐伟。我以为这么多年了，你能想明白，肯面对现实了，没想到你还是不肯放过我，你还是想着办法报复我。我不想跟你吵。你站住！你走是因为心虚吧？你承认了吧？今天咱们俩就在这儿把话说清楚。行了，有什么话改天再说吧。这大半夜的，别喊了。你现在还护着他呀？你还敢说你不是为了他骗我的？齐伟，我求你了，你别再骗我了。你也别再承诺我任何你做不到的事情，因为我史拉，你说的每句话，我都相信。
别走了，我今天就是死在这儿了，也不用你管。姐，你离开我，我以为你会过得比跟我在一起开心。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妈，明天学校里开家长会。啊，知道了。妈，你还生气呢？我以后再也不让你操心了。这个不关你的事儿。其实我觉得齐叔对你挺好的。你真这么觉得？嗯。妈也知道他对我挺好的，妈就是性格太强了，见不得牛淑荣比我好，也不想让他看见我难受。这么多年我一直跟他争，其实是跟自己争，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，谁的事儿也不管。我跟你说这些干嘛？你又不懂。怎么不懂？我都高中了。妈，你生齐叔的气，是不是因为他给盛楠过生日啊？其实那都是盛楠捣的鬼。你说是齐盛楠？嗯，其实你姑姑还有齐叔都是被蒙在鼓里的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跟我一样，想有一个完整的家。那你为什么告诉我呀？我不想看你难受。妈妈不难受，妈妈挺高兴的。两个女生长大了，懂事了。齐叔，盛楠，你妈呢？啊，马上就来了。盛楠，你能去帮我买个冰棍吗？我想吃老冰棍。我们自己去啊，不想去。啊，我没带钱。爸，你吃不吃？我去了，你等着我啊，爸。齐叔，哎，有些事儿我想跟你说。你说。其实那天我妈来撞到你跟姑姑在一起，不是巧合。什么意思？是我告诉我妈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盛楠他叫我这么做的，他想撮合你和姑姑在一起，而且过会儿姑。不正，你冰棍。爸，这我给你买的。而且什么？没什么。爸，尝尝可好吃，吃的，吃了，妈。
找人啊？没事吧，看有没有认识的人。没事吧？感谢各位家长来参加我们学校的家长会，我是他们的班主任，叫我刘老师就好了。老师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，我是那个齐胜男的家长。欢迎你。齐胜男的父母都来了，怪不得你们的孩子这么优秀，看来是和这家长的认真态度分不开的。感谢你们助阵我们这次活动。妈，老师啊，您误会了。其实我和新梅啊是作为牛征的家长来的。胜男。齐梅，孩子任性，那我不能就任由孩子由着性子吧？可你是他的爸爸呀，就算他再怎么任性，你也不应该这样伤害他。有点事儿。别跑啊！胜男，你这样跑会出事儿的。胜男，我恨我爸，我恨死他！胜男，胜男，我不会做你的朋友，我背叛了你。咱俩的计划是我跟你爸说的。你为什么告诉我爸呀？他也替我保密的呀。对不起，胜男，我真的不想看我妈那么难受。其实你爸怎么样跟我没关系，你爸和你妈都来都跟我没关系，带着我妈就跟我有关系。我不听，我不要听！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，然后你也背叛我，我再也不要理你了。胜男，你跟他说什么了？齐伟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反正不是伤害你，就是伤害他。是我让你难做。新梅啊，以后我再也不会骗你了。我知道，以后我再也不会不相信你。胜男，走。咱们毕业了。哎，牛正，哎，跟我去吃3午饭吧。去啊，肯定去啊。啊？你怎么不问我去不去啊？那不多此一举吗？牛真去，那你还不去？哎，你说这毕业了以后各回各家，见面就难了。我估计下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，就该是你们结婚的时候了。你要胡说啊！你怎么？哎，怎么不了奔着结婚去的谈恋爱，那叫耍流氓！打你啊！哎，牛哲，哎，毕业了去哪儿工作啊？再说吧，有更着急的事儿等着办呢。什么事儿啊？咱俩的事儿啊。
你不会黑不提白不提了吧？怎么不提呀？但是你妈跟我妈闹成这样，怎么提呀？我来说。你说啊？嗯。行，那咱们走吧。走。盛楠吧，这都长成大姑娘了，走大街上肯定不认识。都上大3了吧？我们都大学毕业了。大学都毕业了，我走了这么长时间，是挺长时间的。你这次回来还走吗？受多大委屈，都绝不后退一步了。爸，哎，赵副主任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！新一批下岗名单又贴出来了。谢谢你啊！啊？谢我干什么？我要谢谢你昨天那番话，真是提醒了我，也不至于我被突然要求下岗的时候，彻底没饭吃。新梅，新梅，你赶紧去看看咱们厂里的员工安排名单。看什么呀？不就是下岗？哎呀，你没下岗。你说什么呢？不仅没下岗，还提拔了。是咱们服装厂管理生产的副经理，真的？嗯，走。哎，我看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你看赵新梅，恭喜啊，赵经理。哎，不是经理，是副经理，没骗你吧？梅。回来啦！快坐下吃饭了啊！怎么了？这么高兴？好事儿！有什么好事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咱们不用去承包那个停车场了，我被提拔了。被提拔了？嗯，本来我以为我在那个下岗名单里把我给吓死了，后来我看到那个员工岗位调整名单里有我成副经理了。这么回事啊？那能怎么回事啊？那你想，我赵新梅对厂里的贡献是最大的，对吧？那肯定是领导意识到我的重要性了。
嘛呢？你这是干嘛呀？这是大事啊！我得开瓶酒庆祝庆祝。这酒你都一直舍不得喝，你今天舍得了？哎，咱们是好长时间没有庆祝庆祝了，是该喝的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现在这酒啊都高级啊。来，干杯！新梅啊，不管从前曾经发生过什么，将来即将发生什么，只要你高兴，只要是你做出了选择，我都支持。哎，你怎么今天说话突然一本正经的？你是高兴啥了？干杯！干杯！真香。哎，牛哲，哎妈，坐下吃饭了，快！啊，我不吃了，我吃过了，你们吃吧。哎，你手上拿的什么呀？啊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让我看看。哎呦，这电脑吧，挺贵的，你怎么来的？学校发的优秀毕业生奖励。学校这么好啊？妈，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屋去了，还得写简历呢。我们接着喝。见点啊！来了。坐。坐。我呀，把这厂子买下来了，给你留了个位置，啊，副厂长。坐。你变了。变了吗？那可能唯一的变化就是比以前有钱了。我现在手里有一家运输公司，做物流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想到能有今天，全靠当兵时候的那股韧劲儿吧。你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这么多年你都音讯全无的，家里人都很担心你。陈果，过去的事是我赵新梅对不住你，是我对不住你。啊，我们之间没有谁对不住谁的，那都是我心甘情愿。对啊，都是你心甘情愿的。过去你对我的好，我都放在心里呢，从来没有忘记过。
你呀，不用记得我对你的好，你能记住我就好，能记住我们当初那份爱就好。啊，我记得，我当然记得，我们曾经相爱过。 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我们现在都老了，再来谈这些爱不爱的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没有意义吗？我希望你过得好，没有意义，还是我把厂子买下来了，没有意义？再或者，我给你留了一个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间，没有意义。新梅，你记不记得当初我走的时候给你留的那封信？我说我牛成国宁可前进百步死，绝不后退半步生。但为了你，我退了。 我退了，我希望我退的值，希望你能过得好。你说你选错人了，我给你机会重新选。可你现在选的这个人，给你好日子过吗？你现在过的是你当初想要的幸福生活吗？成哥，这么多年，我也变了。 我总算明白一个道理：过什么样的日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和谁一起过。你是回来了，但是我们回不去了。对不起。 哈哈哈！这下咱们俩又成为无产阶级战友了。向战友致敬。不是这么敬的。哎，法国人都是这么敬礼的。洋气。正好20块。谢谢啊。 这边可以了，往后倒吧。倒，好，慢一点，倒，可以了，停。您大概停多久啊？没吃饭呢吧？赏个脸，一起吃个饭。好啊。 刘总为您安排的菜已经上好了，请您慢用。哦，这都上好了，不都凉了吗？不会的，我们是按照牛总吩咐的时间上菜，不会凉的。啊，没事。那个，七伟，别介意啊，提前把菜都点好了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。今儿请你来吃饭呢，你也应该知道，我呢把服装厂买下来了。 给新梅啊留了一个位置，可我刚才看见好像新梅更愿意跟你做同事啊。什么同事不同事的，都是无产阶级同志啊，合适最重要。七伟，你对赵新梅一往情深，我佩服你。 你要说到这个无产阶级，我也佩服你。可是我想知道，赵新梅跟你在一起，你能给她什么样的生活呢？
有房子住，有热饭吃，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不好吗？哎呀，这我当初啊，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新梅呢，跟我离婚了。她说她选错人了。哎，我要知道你也是这么想的，当初我肯定不会同意跟赵新梅离婚。哎嗨，这时候说这干嘛？这事儿反正你也做不了主，不提了吧。算不算的，反正现在已经这样了。咱们都是男人啊，我也不跟你兜圈子。我希望新梅过得好，换句话说，希望你们能过得好。服装厂呢，给新梅留的这个位置，我是觉得她有这个能力。你也不想新梅没有用武之地吧，对吧？况且，她要当了这个副厂长，你们的生活肯定会好起来。我们的生活呢，就不劳你操心了。你放心，我会让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的。啊？那你怎么让你们的生活越过越好呢？啊？就凭你现在这样？我现在这样怎么了？我凭我自己的双手，凭我自己的劳动挣钱养活我们自己，有什么不好啊？七伟，你说你们成天风里来雨里去的，还得看别人脸色吃饭，那你什么意思呢？你的意思是让赵新梅跟你看一辈子车呀？停车场看车呀，就是个工作啊，这都不是重点。重点是我们俩现在生活在一起，晚上一起吃饭啊，看电视，一起聊天，互相关心，互相照顾。然后到了第二天白天还能一起上班，在一个停车场指挥停车，大家能够互相关照着，挺好的。这份工作真的没你想的那么糟糕。齐伟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走的时候跟你说的话？我说你好不容易抢来的，好好对待。可你现在把日子过成这样，你不觉得亏欠赵新梅的吗？你脸上有光吗？我们俩现在过得哪样了？可能啊，牛总，是你我二人对于快乐的定义不太一样。在我看来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有事情做，真的就挺好的。真的，很多时候，幸福不是用钱可以买得来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先吃，我上厕所。结账，黄河町，多少钱？先生，您一共消费998元，您是现金还是刷卡？麻烦你告诉里边那个先生，你就说，我老婆叫我回家吃饭，我就不陪她了。好的，先生，这是收您1000元整，然后找您2分钱。牛总，刚才那位先生让我告诉您，他老婆叫他回家吃饭，
他先走了。行，那结账。刚才那位先生已经结过了。真够倔。你去把菜单拿来，我再点2个贵的。叔叔，我跟你说啊。 怎么了？齐胜男，你跟牛征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我们打算结婚。你要跟谁结婚？你要跟牛征结婚？ 齐胜男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？我告诉你，你不想工作可以，不来公司帮我也可以，那你就踏踏实实给我准备考研，其他的事你想都别想。保研我都放弃了，你觉得我还会再去考吗？你放弃保研，什么时候的事？我为什么不知道？我没告诉你。 我在另外一个校区读，我怕牛征万一考不上，我们俩好几年都不能见。你为了赵新梅的儿子放弃保研？他是谁的儿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两个相爱。相爱？赵新梅的儿子会跟你相爱？你是不是疯了？ 赵新梅她是什么人啊？她能够允许我牛世荣的女儿跟她儿子结婚吗？好，我大人的事可以先不跟你说，可是你，我希望我的女儿可以离赵新梅远一点，离他们全家远一点，你听明白了吗？赵新梅是赵新梅，牛征是牛征，我请你不要一起扯好吗？我告诉你，齐胜男，你和牛征的事情，我坚决不同意。好。 既然你不同意，也可以，你随便给我找个人，我都嫁了。到时候如果我不幸福，你别怪我恨你。齐胜男，你是不是觉得你什么都是对的？你觉得你妈妈我一无是处，是不是？你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你，只有牛征他疼你爱你，是吗？你懂什么是幸福吗？你凭什么说只有牛征可以给你幸福？ 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吗？你就是一个不幸福的人。你和我爸最后都离婚了，你现在有资格跟我定幸福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婚我结定了，牛征我嫁定了。齐胜男，你给我在房间里面待着，没上新书别给我出来！ 随着月亮绕地球旋转，它在天空中的位置也高低起伏。什么声音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地球倾斜的自转没什么声音，使得月亮在一个月哎，不对啊，有高有低。这声音一直从你那儿传出来的，什么东西？我们考察一下，拿出来看是什么东西？手机。相对于人马座，月亮位于地平线附近。你怎么会有手机的？如同12月份的太阳。我爸给的。 你爸给的？牛成国给你手机？那电脑是不是也是他给的？是不是啊？他给你什么你都要啊？你还要不要脸呢？这手机马上给我扔了！不是妈，现在谁家没个手机、电脑了呀？你让我扔了，你给我买新的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嫌你妈穷买不起是吧？牛成国什么都买得起，你想要什么都能给你是吧？ 你读了这么多年书，你是白读了，掉钱眼里了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以后不许拿牛成国给你的任何东西，你听到了没？
开，新梅。刘正。哎，爸。哦，没事儿，刚才我没听见。行，明天见。哎。哎，这个牛成国还真是变了啊，变得会用钱来砸人了。就事论事的说，不管他是给牛正买东西也好，见面也好，情理之中。哎，你还帮他说话呀？我不是帮他说话，那不管怎么说，他是孩子的爸爸。而且牛正从小就跟他爸关系好，他这次衣锦还乡，让人讨厌。但是，在牛正的眼里，那就只是他爸爸，不是什么穷人、富人、有钱人，没那么复杂。你说他牛正国是不是准备好了，要来跟我抢儿子了？牛正啊，是大人了，他会对他的人生做出他的选择的。只要他的安全没有问题啊，咱们就不应该干涉，就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。而且你也是，你以后你要学会，不能什么事情你就只会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不管什么对不对，我舍不得牛正，我不想失去他。瞧你说的，孩子这么大了，迟早是会离开家、离开父母的。那不管怎么说，你是孩子的妈妈，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呀。行了。你不是说让我想好了再出去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是不会出去的。尚南，爸。我和牛正在一起了。我知道，妈妈告诉我的。所以，你也是来劝阻我的吗？爸爸知道你恨我，可是你不能因为恨就跟牛正在一起，来报复所有人。爸，我知道你会这么想，因为小的时候我做过太多让你难堪的事情。要说小时候不恨你，那不是真话。每当我看到别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玩耍的时候，我只能看着你走向牛正家。但是越长大，我就越能明白你的难处。一边是你深爱着的女人，一边是你爱着你的女儿和爱着你的女人。割舍哪一边，对你来说，都像割肉剜心一样的痛。爸，
佩服您坚持了自己的爱情，而现在，你的女儿要跟你一样，要去追寻自己的幸福。牛真跟盛楠打算结婚了。天哪！哎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了？哎，你们俩父子是不是都瞒着我啊？就我不知道，果然是个白眼狼，跟我就不是一条心。你们俩都合着伙来骗我的，对吧？那是你儿子，怎么说自己儿子呢？这事儿啊，我同意了，就剩你了。那我当然不同意了，这还用说呀？啊！牛淑荣跟我抢你抢了这么多年，现在又让他的女儿来抢我儿子，这不可能，想都别想，我不同意。新梅啊，我说句话你可能不爱听啊，咱们这辈人，在感情上那走过的弯路，吃过的亏，够多了，非得要让小一辈的再重走一遍咱们的老路吗？啊？你说的很对，正是因为我们在感情上吃过亏，所以我必须正确指导我的儿子，不要重蹈覆辙，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牛真现在才多大呀？他还没立业呢，就急着要成家了。他还没有挑过几个姑娘呢，还没谈过几次恋爱，他就能选择一个姑娘成为他终生的对象了。这么多好姑娘，他都没挑一挑，他就偏偏选中了牛淑荣的女儿啊！再说了，我的儿子要跟你的女儿结婚了，多好笑呀！啊，你我牛淑荣还有他们俩，哎呦，我们可就真的是一个大家庭了。这说出去让人家看到，这多好笑啊！我当然不能同意了。还有啊，我跟你说，牛淑荣别人怎么说他我不管，牛淑荣啊最擅长的就是扮猪吃老虎，这个我特别了解。虽然说这么多年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过各的，相安无事，但是那并不代表牛淑荣他放弃过你，他心里应该一直惦记着要跟你复合吧。当然了，可能你心里也一直惦记着啊，这个我不知道啊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是我不允许他用这样的一个大阴谋，对，就是他的阴谋，他先抢走了我的儿子，然后就是要抢走你。我不可能让牛淑荣这个奸计得逞的，我不同意他们俩在一块儿结婚。你装什么睡啊？你别以为你闭着眼睛，你就听不到我说话了。我告诉你，清清楚楚告诉你，我不同意。喂，妈，你怎么才接电话？哎呀，牛真啊，妈正忙着呢。哎妈，一会儿咱出来吃饭吧，地址我发你手机上了，我在饭店等着你啊。吃饭，好啊，妈正好有事跟你说啊。哎，把齐叔也叫上，我有事要告诉你们，别忘了啊。哎，我先挂了。哎，我的，你死孩子！刘真说的应该就是这间了。哎，牛淑荣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哥约我过来的。坐。齐伟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？这还怎么回事啊？这就是俩孩子，怕你们俩妈呀闹别扭，把大伙约这儿，把事儿说清楚。这还有什么说清楚的啊？他们俩的事我肯定不会同意的。再说了，你牛淑荣同意呀？他们两个确实不合适。我们两个合不合适，别人说了可不算啊。我们的幸福，我们自己做主了。
正，你什么时候问过你妈我的意见？我什么时候同意你俩结婚了？妈，你现在同意不同意什么的都晚了，我们两个也是法律保护的婚姻关系了。我和盛楠呀，谢谢您。我受不起。行了，起来吧，啊！哎呀，这结婚证都领了，啊，这好事儿得祝福啊，是不是？起来。啊。妈，您不会逼你女儿离婚背上二婚这个名头吧？那就恳求您祝福我们吧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请问可以上菜了吗？上菜，上菜。等等，你们要吃得下去，你们就吃。我是咽不下去。还有你们俩，你们要觉得扯了这儿就没人管得了你们了，你们就关起门来过你们的小日子。有一点我必须说清楚，你齐盛楠休想踏进我赵新梅的家门。我眼不见，我心不烦。新梅，齐伟，好好过日子。他的工作，我慢慢做。没事啊，坐坐坐，吃饭，高兴事儿啊，来，坐坐坐。呀，没带钥匙。怎么不带钥匙啊？这不带钥匙不得敲门啊？敲门怎么了？谁刚才说回家吃个饭那都不叫事儿了？哎，敲门你妈又得开门，这不得打招呼啊？那就算我带了钥匙，那也得打招呼呀，是不是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别怕啊。妈，听这声儿就知道你们回来了，进来吧。舅妈，我这结婚后第一次进门，我也没带什。没事没事，先进去。快坐，快坐。坐。吃饭。我跟你爸呢已经商量过了，你们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呢不适合孕妇保胎，所以我同意呢让你们住过来。房间呢已经给你们收拾好了，就住那间，明天就搬过来啊。这都是为了孩子好啊。还有啊，盛楠，你那个穿的衣服要注意，孕妇裙我已经给你买好了，你这个衣服太紧了啊，对胎儿的发育不好。你现在都是当妈的人了，该懂事儿了啊，别心里没数。你妈这也是为了孩子。你怎么了？是我哪句话讲的你不爱听了？虽然说你是牛淑荣的女儿，但法律上你还是我儿媳妇儿吧？自古呢，这媳妇儿就得听婆婆的安排，更何况我这个婆婆是一番好意。还有啊，这个
我们小区呢有组织跳那个孕妇保健操的，我已经给你交了钱了，也报了名了，下礼拜你就跟着去跳，啊。啊，妈，下个礼拜不行，我们得出去一趟。大这个肚子去哪儿啊？哪都别去啊，就在家。去哪儿啊？不是妈，那马尔代夫的机票订了是不退的，好几万呢。什么？马尔代夫？你们还惦记着要出国呀？这出国得坐多长时间的飞机，一颠一颠的，我孙子能受得了啊？再说了，花几万块钱，你哪来的钱啊？是不是牛成国给的？你又伸手要了？不是妈，最近服装厂刚签了个大单子，光奖金就好几万呢，我还有我爸给吗？那就好。刘真，不是妈说你啊，你现在是个大男子汉了。你在服装厂学几年本事，就早点出来单干，不要让别人戳着你的脊梁骨，说你是背靠大树好乘凉，没出息啊！舅舅根本就没管过厂子，都是牛征在管。舅舅还说要把厂子给牛征呢，是不是啊，牛征？吃饭吃饭，这么多好吃的堵不上你的嘴。他要是真愿意把厂子给你呢，那也算是他有心了。这么多年也没怎么管过你，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。要照你这么说，我爸也得补偿补偿我呢。你说什么？哦，他说齐叔做的这个汤不错，都是补品。别打岔啊！这马尔代夫，你们就是不许去。妈，这个现代医学讲究啊，孕妇呢要注意心情，保持心情的愉快，这个胎儿才能好。所以我看，这个旅游咱还是别取消了。出去旅游可以，想去哪儿都行，生完孩子再去。妈，你要是不放心呢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呢一起去，齐叔也去，都去，怎么样？要照你这么说，我妈也得去，她还没出过国呢。也好，都去，有个照应。你什么意思啊，齐伟啊？你在这半天不说话了，一提到牛淑荣了你就来劲儿了，还一起去？一起去有什么问题吗？多大岁数了，去了是为了照顾他吗？都是为了盛楠，你要真为了盛楠啊，你就应该让他不要去，这多危险啊！万一孩子有什么问题怎么办呀？啊，你就为他着想，你不用顾牛真啊，他不用上班，不用挣钱啊，你也不用考虑我的感受，我的意见呀。你要真是想忽略不计，挺好的。你们3个反正意见统一，刚好都愿意带着牛淑荣一块儿，一家4口其乐融融去那个马尔代夫吧，你们。哎呀，你说这些干什么呢？你怎么了又？妈，你怎么了？不要那么客气，我气了。不去了，不去了，谁都不去了啊！你等等我，你听我给你说。说什么呀？你没看你刚刚你妈那架势，咱俩住进去能有好吗？牛征，说好的马尔代夫说不去就不去了，违约金是小数吗？为什么什么都得听你妈的呀？别着急啊，刚才你也看见了，我妈一不高兴她就不舒服，咱总不能为了咱自己高兴，让她身子骨受委屈吧？好，照你这么说，咱们如果真的搬进去，你妈动不动就拿这里疼那里疼说事儿，咱们俩连个话语权都没了，是吗？你看你这是说哪儿去了，盛楠？你看你一直都特别理解我，也特别善解人意，要不你再体谅我一回，咱哪怕回来试着住几天呢，行吗？
这事儿本来也不是不能商量的，可你也看到了，你妈刚说话那语气态度，那摆明了一副胜利者的姿态，好像我爸是她的战利品一样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不喜欢看见他们两个在一起。牛征，求求你了，咱们俩别回去住了，行吗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妈和你爸在一起，可实际上咱俩偷偷登记，不也正是继承了他们对感情的执着吗？盛楠，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不懂事儿，挺对不起你爸的。很多事儿吧，都是长大了才理解了父母的选择。所以我真的挺想有个机会，大家聚在一起，也好让我弥补一下的。好了，我再想想了。先生，请问你找谁？啊，我找你们牛总。哦，我们牛总不在。不是，打电话也不接，他人去哪儿了？这个我不清楚。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显得放的位置不对，很奇怪。行，好，行，我再看看这个。我让你别去，别去，怎么着？吃闭门羹了吧？什么吃闭门羹了？那人有事儿出去了不在。那什么，你跟这看店，我还得出去一趟呢。哎，我发现，好像自从我跟你告白之后，你就一直躲着我哈。你就不怕我到时候卷着你的钱，卷着你的货再跑啦？这孩子，闹够就行了啊！别瞎闹，什么告白？再瞎闹我扣你工资。不许走！我跟你讲，你是真的一点都不懂女人哎。但凡舒蓉姐对你有了那么一丁点的好啊，凭感动她也跟你好了呀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要再不珍惜我，活该你一辈子难受。那个，你先在这看店，我先出去。看你能再躲我多久？哎，洗了吗？洗没洗我怎么知道？那就是洗了。云海、晴风、草场、雪原，被称作仙女山秀景，孩子们不让大，人民尽情领略。搬过来跟咱们一块儿住，你觉得方便吗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行，那你要是想好了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可是盛楠毕竟怀着孕，真搬过来了，你嘴巴也别那么太厉害了吧？什么叫我嘴巴厉害呀？说实话，说真话就叫嘴巴厉害呀。齐胜男是你闺女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我从来就没想过让她进咱们家门。要不是为了我孙子，我能这么作吗？我。你要是这么想的，倒不如干脆等孙子生下来了再抱过来住好了，干嘛非要找这个别扭呢？那时候就晚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现在住的那个条件，到底对我孙子他身体能好吗？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你哭都没地儿哭去。我就这么决定了啊！你别再烦我了。你说那个。于叔，董阿姨回来了。哎呀，哎，肚子好大了哈！哎，你怎么回来了呀？跟牛生闹别扭了？没有。还是孩子怎么了？没，那个牛征他妈让我去他们家住。哎，不行啊！赵新梅是什么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这到他们家住不是跳火坑里吗？不行不行啊！他说家里没暖气，对孩子不好。就听他放屁，千万别相信他。哎，干嘛呀？我给我拿个水果。别拿。盛楠啊，赵新梅这个人占有欲强，她不想你们跟我住可以理解，可是你们跟她住不太合适吧？牛征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他妈最近身体不太好，让我顺着她，说胸总痛。要不这样吧，妈妈手上也攒了点钱，这2天啊，
你跟牛征去看看房子，好赖买一个带暖气的，这样对你跟孩子都好。妈，你干嘛呀你？你别这样，你让我内疚死啊！我这婚都是偷偷结的，你那钱你自己留着用啊，别给我。